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教儿子写作业的时候，婆婆端着一盒巧克力走过来，儿子得意洋洋，一边夸他奶奶，一边说他不想要我这个老巫婆做他妈妈。我笑，陈子杰，如果这是你的选择，那我以后再也不会管你。他兴奋地大叫：太好了，老巫婆终于不管我了。我搂住一旁乖巧的女儿，离婚吧。我说要离婚。老公陈浩瘫在沙发上，一边玩游戏一边骂我没事找事。婆婆也在一边煽风点火，说我就是闲的，多做会儿家务就好了。我二话不说，抱着女儿开始穿外套。陈浩终于舍得从沙发上起来，手机里的游戏音还震耳欲聋。你疯了，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要离婚？我点头，不欲多说。我今天带女儿回城郊别墅住，明天一早我们民政局见。出门前，我确认了一句：离婚的事应该够得上你请几个小时假吧？陈浩一噎，又是一脸我无理取闹的样子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公司里忙，你能不能体谅我一点？女儿大雪天高烧不退，我送她去医院，路上滑倒摔断了腿。她说公司里有个会，没她不行，家里自来水管爆了，因为是年节，找不到人来维修。她说要在公司加班，结果到最后连楼下邻居家都进了水，我一身湿淋淋，跟人家赔笑脸赔了好久。我难免哽咽，将这些事罗列出来。这种事你还要我说多少？浩浩努力工作，还不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好？你一个婆娘每天不用上班，当然理解不了爷们的辛苦。婆婆手一拍，哭天抹泪起来。儿子边吃巧克力边啪叽嘴，就是你一天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干，还像个疯子一样，经常大喊大叫，谁一不按照你说的来，你就歇斯底里，不像刘阿姨温柔，还细声细语的。我心被狠狠揪了一下。好得很，陈浩，没想到你还找了别人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刘暖是我们部门的实习生，那天偶然遇上了。话虽如此，陈浩却不敢看我。偶然遇上一个实习生，儿子竟然会叫她阿姨，哪个小姑娘这么想让人把自己往年纪大了叫？陈浩，你一把年纪还装嫩，让你一脸褶子的妈叫你浩浩，你恶不恶心？还有，你在这里住久了就忘了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吧？这些年我从来没让你养过，给你一天时间，你们三个从我的房子里面搬出去。我扔下这句话，摔门而出，躲进楼道里无声哭泣。昏暗中，一只小手摸上了我的脸。妈妈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才不是弟弟说的那样。你很温柔，很细心，是你说了太多遍，他们都不听，换谁都会生气的。我握住女儿的手，终于让自己放声哭了起来。女儿叫陈甜甜，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女儿，可就因为她是个女儿，就被我婆婆王春花百般苛待。冬天王春花把我装进保温杯里的热水换成冰的，甚至还加了冰块。甜甜懂事没跟我说，在学校里喝了一天的冰水，寒冬腊月发起高烧，高烧不退，婆婆竟然说自己有土偏方，住院没用浪费钱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女儿抱出了医院。如果不是我发现及时，女儿就不单单是肺炎那么简单，甚至到现在过去1年，还总是体弱多病。我将女儿紧紧搂进怀里，甜甜，原来是妈没能照顾好你，以为忍一忍让一让，日子就能将就过下去，可是不会的。如今妈妈明白了，妈妈会让那些对不起妈妈和甜甜的人付出代价，只是让他们净身出户，未免太便宜他们了。王春花和她的儿子孙子，怕是忘了他们优渥的生活是怎么得来的。
还没回到别墅，手机铃声就铺天盖地响起来。我接通，先是王春花的声音：“小希呀，你看你，大晚上的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们当婆婆当老公的，不能说你几句。再说了，我们也没说什么呀。”我沉默不语，想看看他们怎么演。陈浩接着说：“也不能怪我们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，还摔门就走。妈可是你长辈。”我冷笑，我从没见过一个长辈只知道奸懒馋滑一点人事不干。你想说什么就快点说，我还要联系人给我的别墅暖房。别墅二字也提醒了电话对面我的财力，以及有我在，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。妈，你去的哪套别墅啊？我也好久没去过了。你怎么只带陈田，只带姐姐去啊？陈浩从很早开始就直呼姐姐的名字了，我怎么说他也不改。每次说王春花就会说孩子小不懂事，跟他较什么真。陈浩则会说不就是个小事吗？你一天天小题大做。我对着电话那头说，因为甜甜把我当妈，也没觉得哪个刘阿姨好。我不仅会带着甜甜到我的各个别墅去，我还要把名下的好几套房产都过户到甜甜名下。此话一落，电话那头瞬间炸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娃名下有房干什么？都是赔钱货，以后出嫁了白送给别人家。我回王春花，一个女孩子有房，就不必被婆家赶出去，到时候死乞白赖到儿子家蹭住。还有，出嫁了，房产也还是女方的，就像我和陈浩一样，谁都抢不走。婆婆又用惯用的伎俩大哭起来，脸上褶子能夹死蚊子，还玩绿茶那一套。陈浩偏偏吃这套。沈西，那是你要喊妈的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我妈养我不容易，我提醒她，从明天开始就不是了。而且养你不容易，你自己孝顺，让别人代劳干什么？别忘记把证件带全。陈浩气焰一下熄了，我那个真是白养的儿子又立即说：“妈，你个老巫婆，你怎么能给陈甜甜房？你死了以后，一切都是我的。陈甜甜别想抢我的东西。”我气笑了。陈子杰，如果国家某一天出台一条可以断绝母子关系的法律，我一定第一个递诉讼状。电话那边还要叫嚣，我直接把电话挂了。原来的我一直都是以他们为先，等他们说完才会由他们结束通话。现在想想，我为什么要卑微至此？换来的只有他们愈演愈烈的不尊重。我再次拿起电话，拨通了一个人的联系方式，果真如我预料的，陈浩不肯好好离婚，所以我昨晚就联系了人，拟定离婚协议，甚至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陈浩和他的母亲儿子能这么厚颜无耻，他们竟然在民政局前面拉起了横幅。王春花还拿着个大喇叭声泪俱下，喇叭里扩出来的声音和横幅上一个意思，说我不守妇德，外面有了人，要和他儿子闹离婚，不仅离婚，还无情无义的不给他们留任何财产，连亲生儿子都不管不问。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王春花见了我，推陈子杰一把，陈子杰立即放下手中饮料，一下抱住我的裤腿。妈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怎么连亲生儿子都不管了？小小年纪就能演得这么出神入化。我想抹抹他的鼻涕，可实在嫌脏。你今天怎么不去上课？他一愣，眼里露出厌恶。要你管？你好不容易说不管我了，才一个晚上又变卦。我哼笑，都听到了，不是我不想管。王春花面上一狠，将陈子杰拉回来。你个当妈的，还记孩子的仇？他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说：“你把名下的3套别墅、2套房子过户到我孙子名下，再赔我们1000万，我就让浩浩跟你离婚。”我招手，
让陈子杰过来。他不情不愿的，但谁让我手里还有他想要的房子呢？陈子杰过来问：干嘛？你奶奶说让我把所有房子都过户到你名下。我可以考虑这样做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我说：但房子只能你自己住。陈子杰眼睛一亮：真的？王春花脸上一慌：子杰，我的好孙子，你可别信这个女人的话，不许赶奶奶出去。陈子杰一把推开王春花，又来抱我。我答应你，我不让这个老太婆住。你现在就把房子给我。还未等我开口，王春花竟对自己的宝贝孙子动起手来。陈子杰不断哭喊：你个老太婆，你敢打我，我现在就把你赶出去，你别想住我的地方。陈浩立即前来，没拉仗，竟然反手向我打来。幸亏我早有提防，躲开了。陈浩一个踉跄：你竟然挑拨离间，你真够恶毒的。我心中发寒，刚才一下我如果没有躲开，最起码会耳膜出血，脑震荡。很好，我本来没想做这么绝的。陈浩看着我的表情，有一瞬心虚，哪个老爷们不打女人？过去10年就是我对你太好了。周围的人听到这话，开始对陈浩指点起来。他脸上涨红：看什么看，都滚！这是我们家家事，有你们什么热闹看？不是你们一家子把我们叫过来的吗？竟然倒打一耙！恶心的家暴男，把他发到网上，曝光他。陈浩抱头鼠窜，却被一群人团团围住。你们干嘛？别这么对我儿子！王春花要上去拦人，却将绝大部分镜头吸引过来。这个老太太也不像什么好人，当街把孙子打得鼻子流血。对，我看这个老太太就是来讹人的。陈浩和王春花忙着躲避人群，陈子杰却在这时真心实意地哭着向我走来：妈，你把爸爸和奶奶都从家里赶走，我不要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。我躲开他涕泗横流的脸：没有你的房子。在陈子杰的哭嚎声中，我联系了陈浩公司的高层。陈浩被开除了。当初陈浩能在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当部门经理，也是高层看在我的面子上。高层没跟陈浩说是我授意开除了他，但网上足以令他被开除的消息铺天盖地之后，他还是把一切归咎到了我的头上。无所谓，我不怕他知道。陈浩气冲冲回到小区楼下，看到单元门前堆积的东西后，彻底暴怒了：沈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耸耸肩，我说给你们1天时间，这已经是第3天了。陈浩咬牙切齿：只要我1天不和你离婚，你就1天没有权利把我从这里赶出来。这是我们共同财产，不用等我说话。我请来的律师就率先向前一步，跟他用一条条法律说清了我到底有没有权利这样做，还把拟定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。陈先生，我们保留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权利，希望您能尽快签好协议。陈浩猛地将脚边一个箱子踢倒，让我净身出户。做梦！陈子杰判给我。行，我看你以后有没有人养老送终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会让你求着和我离婚的。我有钱，银行存款生的利息都够我上最好的养老院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。陈浩平时大手大脚，还爱在狐朋狗友面前逞能，所以他现在所有的账户余额，应该也就只有公司辞退他时给的几万块钱补偿金。有了前一段时间网上沸反盈天的事，陈浩找工作处处碰壁，交完同一小区3室1厅的押一付3费用后，坐吃山空的他应该撑不下去多久。他比我料想的来得快很多，甜甜省心。我这阵子以来，除了买，就是各种保养按摩，比以前状态不知好了多少。原来王春花借口说不要浪费，自己一天天出去跳广场舞打麻将，
让我一个人忙活200平别墅的家务，还不让我请保姆。当时我觉得家和万事兴，没有任何怨言。累得腰酸背痛，也顾不上放松。如今事事不用我操劳，还不用日日面对让我烦心的人。陈浩见我时都有些不敢认：“小希，你最近好看了不少，也年轻了。当初就是因为你比周围人都好看，我才拼命追求你。”我见他如此直犯恶心，是吗？难道不是因为偶然知道了我家里很有钱，还父母早亡好拿捏？他面露不悦：“你看看，你还是这么尖酸刻薄。自结婚之后，你和原来差距越来越大了。你如果还像原来一样善解人意、温柔体贴，我怎么可能那么不爱管家里的事？我原来也是一个事事不用愁的小女生，丧偶般的家庭让我不得不独当一面。可谁知却成了人渣推卸责任的由头。”我笑：“我原来也不知道你那么能装，道貌岸然，装得温文尔雅。我没空和你在这里发泼对骂，你到底找我干什么？”他脸上一阵扭曲，还是压下来：“小希，我错了，我原来不知道你的好，以后我会好好珍惜你的。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”我勾勾嘴角：“好啊，我正有此意。”陈浩一脸果然如此的得意。我不紧不慢：“但是我不放心，我给你个考核期，你不介意吧？”他有恃无恐地点头。于是我们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，托离婚冷静期的福。我还要忍着恶心过30天。离婚冷静期30天内，如果我们双方没有人反悔，离婚手续就会生效。我说：“按照我们约定的，30天之内，如果你让我放心了，我们就一起来民政局终止手续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签的离婚协议不满意了，也可以过来终止。毕竟我们离婚协议还没有公证，到时候我们就得重新划分财产了。”我知道陈浩能答应这个考察，完全是因为最后一点，只要他不愿意，离婚冷静期之内可以随时反悔。而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个考察，当然不是为了真的给陈浩机会，只是现在离婚真的太难了，走诉讼程序耗时耗力，即便打官司，大概率第一次不会判离，所以还是这种方式来得简单快捷些。陈浩以考察为名，名正言顺的每天在我面前晃，不过晃得没那么尽心就是了。他还是觉得我放不下他，当初我猪油蒙了心，确实对他死心塌地，可如今我不会再容忍自己一腔真情错付。我这几天选址，打算自己开个店面，虽然我没有生活压力，可也不能一直无所事事。陈浩装模作样的鞍前马后，头上大汗淋漓，没工作来做苦力，还一身西装革履的。我忍着内心翻涌，朝他露出个笑：“累了吧？有装修工人在，你还抢着扛沙包，瞧瞧，裤子都破了个洞。”陈浩喝水的动作一顿，脸色大变，拿着个板子挡起来。我说：“这里也没衣服，不然你去商场里面买件吧，也不贵，几千块钱就能买一身。”他支支吾吾：“不用了吧？要不你帮我去买，我这样没办法出去。我选址的地方是中央商圈，东西贵得很。”捉襟见肘的陈浩即便想下血本，也没那余额了。我摇头：“我不想去，懒得动。”他无法，看了看身后的工人，低声道：“那你转我点钱，我去。”我故意夸张道：“你不会连买衣服的钱都没了吧？那你妈的舞蹈班钱，儿子的补习班钱，不会都没交吧？”他面色阴郁：“我到这个地步是谁造成的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还不是因为你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。公司高层不是和你家原来是故交吗？你去和他说说，让我回去，要不我哪有办法再养你？”
他说这样的话还能脸不红心不跳，也是个人才。不过为了让他误以为我还对他余情未泯，我不能干脆拒绝，说了个理由搪塞，表明还需要点时间。他不疑有他，不过也没忘了让我给他钱。我让他和工人借一件，他竟当着工人的面贬低起人家来。我笑而不语。下午他怕是不能好过了。沈西，我儿子给你帮忙，你竟然让他进了医院。王春花说着就要往我身上扑打过来，我及时偏身，顺便默默伸出一只脚。王春花哎呦一声，狠狠摔到地上。沈西，你敢绊我？我耸肩，哪有，明明是你打我，我没来得及躲好。他又要哭，我冷冷道：你儿子在病房里，这里没人买你的账，而且这里是医院，你想被轰出去吗？他擦掉眼角挤出的几滴泪，站起来，姓沈的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装修人员不小心弄的，我才不信，他们都是给你打工的狗。你要不试试当着那些工人的面侮辱他们，看看会不会落得和你儿子一个下场。我晃了晃证件，我和你儿子可是提交离婚手续了，我现在没有义务给他出医药费，医院催缴了。你去吧。他一拍大腿，我哪来的钱？我都好久没和我舞蹈队里的人出去消费了。王春花原来以体恤儿子赚钱不易为名，不说节省消费，而是让我从存款里取，不花他儿子的工资，说我父母留下那么多钱，没来得及花，就是为了让我孝敬他这个妈的。我当时委屈得眼眶通红，他拿了钱就走了，半个歉意安慰的字都没说。我尽量不让过去那段窒息的时光再折磨自己，平静道：那跟我也没关系，如果细算双方支出的话，陈浩还要还我钱，他自结婚后家里的开销可是没有补贴过一分，他的钱都拿出去打肿脸充胖子了。王春花理亏，你们夫妻哪里需要计较这么清楚？妈，陈子杰脆生生叫我一声，背着书包跑过来，你真扔下我不管了？都1周了，你连问都没问我。我说这不是你希望的吗？他又说，那你给没给陈甜甜过户？房子都是我的，我以后娶媳妇用，你不能给别人。我心中阵阵冷笑，我还以为这个身上掉下的肉是想我了。我说，你好歹是我儿子，我不可能真的不管你。他得意地往椅子上一坐，还把腿搬到膝盖上，看来你还不像奶奶说的那样心肠硬。这样吧，你把所有的房子都给我，我以后可以给你养老送终。面前的儿子唇红齿白，继承了父母长相上的优点，本应该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，如今却成了这副唯利是图的样子。如果他还有纠正的可能的话，我不能再任他留在王春花这样的人身边。近朱者赤，医生再次来催缴费。陈子杰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卡，给我爸的卡，刷吧。我有些意外，在王春花想要上去抢的时候，我及时把卡递给了护士。王春花恨恨地骂我，陈子杰翻了个白眼，老不死的，你不是吓唬我现在不养我了吗？现在我要去住大房子了，把你赶出去，我爸也没钱了，你们就等房租到期流落街头吧。我心里自嘲，原来是误会，陈子杰从根上就坏了，陈浩被掉落的东西砸晕了。其实工人们没做什么，只是在东西掉下来时没提醒他，我也没提醒。对此我只能凭一句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陈浩被开了瓢，脑震荡，估计得在医院里住1-2天，他卡里的余额也就只够续费这2天的。王春花以为能报复到我，竟然打电话叫刘暖，也就是陈浩原来部门的实习生，上杆子当人阿姨的那个小姑娘过来照顾陈浩。陈浩都因丑闻上过热门了，还能这么不离不弃，
难不成是真爱？我挑挑眉，准备离开。家里保姆应该把女儿接回去了，我得陪女儿一起吃晚饭。可谁知刘暖在这时拦住我：“你就是沈西，那个在外面偷人给浩哥戴绿帽子的女人，还买热搜黑浩哥，就是为了霸占他的家产。”我真是开眼了。你说的浩哥是陈浩，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叫，他比较喜欢别人叫他浩浩。刘暖脸上一阵扭曲：“你别污蔑浩哥，浩哥都跟我说了，他迫于无奈，已经跟你签了离婚协议，协议上他净身出户，还跟你去民政局办了离婚登记，这些都是你害的。浩哥心善，但我不能忍，我要让你把不属于你的东西全部还回来。”我忍住不笑：“小姑娘，可以单纯但不能蠢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明知别人有家庭的情况下，还插足别人婚姻的，但是你没资格跟我放狠话。里面那个人渣，你愿意要赶紧捡回去，哪怕是供起来，我都没意见。”我准备转身离去陪女儿，突然醒来的陈浩却大喊一声：“沈西，我妈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骗我的，就是想尽快跟我离婚，你根本就不在意我，现在还是要装一下的。”我说：“陈浩，外面的女人都找上门来了，你觉得我还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？我现在不仅能说出气话，还能做出别的事情，你就和这个女人好好过吧。我把所有房子都卖了，都捐了，到时候谁都别想落下任何东西，反正房本是我的名字。”刘暖噌的一下站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房子是你的？陈浩，你不是跟我说房子是你的，这个女人非要抢你的房子吗？”我添油加醋：“哦，原来你是因为房子，所以才想要和这个老妈宝男在一块儿的。今天医院真是上演了一出好戏。”刘暖捂着脸跳脚大骂：“不然你以为我是为什么和你在一块儿的？你看看你身上的赘肉，还动2下就喘得跟个狗似的，一个月工资2万块，到月底就没钱，还要让我请客，你还敢打我？原来视频里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就是恶心的家暴男。”陈浩捂着脑袋摇摇欲坠：“闭嘴！那你还不是被我玩得嗷嗷叫？你个下贱的婊子！”刘暖气急，看到在一旁像没事人一样看热闹的我：“沈西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这个人渣是真要通过你的考核，别以为他是真的爱你，他跟我说过了。”啊！陈浩把刘暖狠狠地灌到了墙上，我眼中毫无波澜。有的人做出任何事情来，都不会让人觉得意外。陈浩在过去10年婚姻里一直没有暴露本性，许是因为我对他事事顺从的原因吧。派出所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去领人。我看了下日历，为什么日子过得这么慢？离冷静期结束还有不少时日。我认命地出了门。这个世界永远有让你更失望的事。陈浩叫我来，不是怕太晚打扰他妈休息，也不是怕太晚儿子一人在家不放心，而是祝愿让他花光了最后一点余额。他没钱赔刘暖，刘暖张口要10万块，如果不给，就走法律途径让他坐牢。这好像对我更有利。无论是从陈浩没有空暇终止离婚手续，还是哪怕以后走诉讼离婚来说，我没着急回复，先出去给律师打了个电话，得到的答案验证了心中所想。刘暖得到我的答复后震惊不已，立即改了口：“8万，8万就行，不然这个姓陈的最起码要被判1-2年。”我看了旁边同样满是不赞同的警察一眼，提醒你一件事，你现在是敲诈勒索，谈判可不是你这样谈的，你得让加害方自己谈赔偿条件。我没去看被带到另一个房间的陈浩一眼，神清气爽地出了派出所，马上就要离婚了。毕竟陈子杰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有他在，
无论陈浩是不是进去，我也不可能赶尽杀绝。只要他们不作妖，我会留一线。只是没想到，我平静的生活只过了几天，距离婚冷静期还剩半个月的时候，陈浩出现了。陈浩把一份文件摔到我面前的桌子上。我已经去了民政局终止流程，除非把你名下所有的房产都给我，否则别想让我跟你离婚。意外之外，情理之中，我早就想过会有这种可能。就算是不离婚，我也有权让你不踏足我的房子，你照样无处可去。他似是有备而来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新开的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要进，你拦不住我。大不了我每天去你的店，让你开不下去，没处去，我待在店里面就可以，又坏又菜。我能开的店有多少？他又有几个人？只是没必要浪费这么多的精力。我开店只是为了闲暇时有事干而已，让自己疲于应对可犯不着。我去找了刘暖，他坐在咖啡厅里颐指气使，看起来很有气势。如果不是脑袋上还有没拆的纱布的话，我没工夫和他玩这些装腔作势的把戏。不介意自己先开口，你和陈浩做了交易。他喝咖啡的动作一顿，装作若无其事，可还是呛咳几声。那又怎么了？浩哥说了，等他拿到房产会分我一套，还是别墅。这是在公司里没被领导画够大饼吗？签了谅解书以后就没有追究的权利了。这个蠢女人，我压下笑意。她拿我的东西送人情，你怎么不直接找我要？她不敢相信你也能给我。曹多无口，我给他个教训吧。我先给公司高层打了个电话，让陈浩回去上班。他高兴至极，还跟我显摆。我看着逐渐被装修好的店面，自得得很。没过几天，消息如约而至，照片上的陈浩就像被抽干了灵魂，整个人萎靡不振。陈浩被停职调查了，他在职时挪用公款，还泄露商业机密，所有的证据都是刘暖递交的，他还做了人证。陈浩本来回到公司后就被人指指点点，这次事发后更是让人唾弃。这下我彻底不用担心，让律师和私家侦探沟通，准备材料起诉离婚。不过还是要等陈浩的判决下来，离婚诉讼的结果才会更万无一失。我开的小店已经开业，没想到第一天来的客人竟是一众老熟人。王春花坐到书店中央撒泼大喊：要命哦，娶个婆娘要谋杀亲夫，哪有帮着外人把自己老公送进监狱的？我叹口气，你年纪大了绝少，不知道现在一般人来书店差不多要到晌午，你来早了。我看了下还没客人进来的四周，让店员先把门锁了。王春花看到居高临下的我一缩：你想干什么？你这是非法囚禁。这城里待了几年，倒是学会不少时兴的词。我蹲下来看着他，我只是帮你和多年不见的亲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叙旧环境。他瞳孔颤了几下，涂的口红都掉了色，干巴巴的糊在死皮上面。你个贱婆娘，敢背着我在外面勾搭人！一个干瘦的老头一把揪起地上的王春花：你还学跳舞？你跳个六！抱着别的男人在外面一圈圈转，在看不见的地方还不知道怎么和野男人滚。我其实有那种照片，只是估计老头子年纪大，怕他承受不住。不过看他这架势，不愧是一下能把人摔得头破血流的陈浩的爸。王春花被她老公拖着，鼻青脸肿地离开书店。我示意店员把门打开，没过一会儿，我的第一位顾客就进来了。我说：欢迎光临。不久之后，我也可以迎来新的人生。男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文气得很。我和他短暂相视，点了下头。中午去吃饭的时候，
店员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来找我，是刘暖。我约他出来，他不答应，坚持在书店里等我。里面都是看书的顾客。我叹口气，反正闹起来丢脸的是他，就让他等着好了。我转身去了商场购物，果真没一会儿就看到了在商场门口怨气冲天的刘暖。他控诉我：“你骗我，陈浩已经被调查了。你说好给我的别墅呢？”我无奈摇头：“我原来就跟你说过该怎么谈判。”他一怔：“你是说警局那次？我要告我勒索？”我淡笑不语。刘暖要打我巴掌，我一下挡住他：“这里都是监控，你觉得我会和你和解？”他恨恨甩开手腕，离开了。我提提嘴角，长个记性，应该就以后不会再想走捷径了吧？正要转身回去，却迎面撞上一个男人，是我书店里的第一个顾客。他声音很清润：“买这么多东西，刚好我要去看书，我帮你。”我没有拒绝。快到放学时间，我就没有手电了。我想去接女儿放学，莫安说送我，但是说实话，我没有这么快就做好开始一段新感情的准备。拒绝他时，他只是莞尔笑笑，那我还要多努力了。我抿唇，心情很好的离开书店，只是没想到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女儿被绑架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只看到了比女儿低1年级的陈子杰，他明显是在等我去学校。我问子杰：“甜甜在哪里？是不是陈浩绑架的？”陈子杰脖子一梗：“我爸都被关进看守所了，他怎么绑架？”我尽量让自己镇定：“子杰，那是你姐姐，你告诉我她在哪里？如果不是陈浩，甜甜现在很有可能会有危险。”他撇嘴：“那又怎么了？你老是关心他，3个月了，你连看都没来看过我。奶奶被爷爷打得半死，带回老家了，爸爸也不在，你只请了保姆照顾我。我一个人晚上睡觉怕，可你都不管我。”我胸前起伏：“子杰，我这些天没找过你吗？你不接我电话，我去陈浩租的房子找你，你往我身上泼水，不让我进门。我自认为做你妈没有愧对你的时候。”他抽噎一下：“那你以后还做我妈吗？你也会像爷爷奶奶一样扔下我不管吗？”我叹口气，把他拥入怀里：“孩子，你到底是我的儿子。甜甜是被刘暖绑架的，刘暖本来是想让我儿子和他里应外合，说到底还是觊觎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甚至还哄骗陈子杰要做他的妈妈。有了陈子杰提供的线索，甜甜很快被找到。他依偎在我的怀里，脸上有着红肿的指印，整个人吓得瑟瑟发抖。我心疼极了。警察将刘暖带走，路过陈子杰的时候，陈子杰拿起一个石子狠狠砸向那个女人：“都怪你，你把我姐姐打成这个样子。”刘暖脸上划出一道血痕：“你以为你是个孩子就无辜了吗？这个主意还是你提出来的，你就是个恶魔。你现在又在演戏吗？你以为你能骗所有人一辈子？”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，包括我，遍体生寒。陈子杰却在此时古怪一笑：“那又怎么了？我才9岁，我不用受任何惩罚，不用受任何惩罚。不，任何恶魔都要受到制裁。”陈子杰进了少管所，他应该是进少管所年龄最小的一群人了吧？我不知道甜甜在绑架的过程中遭受了什么。应该不只有身体上的伤害，还有心灵上的。自那之后，我积极地给他找心理医生，更加多地陪伴他。终于，甜甜的情况有所好转，我递交上去的诉讼也被受理。没想到，法官竟是穆安。宣判结束后，穆安跟我说，他有一个朋友在儿童心理研究领域有很大突破，应该会对甜甜的情况有很大帮助。我真心实意谢他，他却有些无奈。
看来的努力的还不够，我再接再厉。我露出这大半年以来第一个笑，过去终于作别，以后只会向好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从老家赶回京市的道路上，我出了车祸。昏迷前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答应给老婆的浪漫的7周年结婚纪念日泡汤了。再次恢复意识，我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消毒水的味道，同时感到胃部有种火辣辣的疼痛感。与这样的疼痛相比，头晕这样的小症状倒是不值一提了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隐约中只能看见老婆坐在一旁削苹果，既温柔又娴静。老婆，我好难受啊！我下意识地向她诉苦，手也不安分地向她够去，希望能得到爱的亲亲。阿言，你醒了。伴随着这道激动的女声，还有砰的一声，是老婆已经削了一半的苹果落地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老婆已经紧紧地拉上了我的手。哪里难受？我给你揉揉。她又温柔地向我询问，只是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喜悦与忐忑。我还没来得及探究她眼里的忐忑，她又开口了：要不我还是先给你倒杯水吧。说着，她就要起身离开。虽然我的确有些口渴，但还是赶忙拉住了她。7周年纪念日本来是个浪漫的日子，可现在却要辛苦老婆在医院忙前忙后。看着她白皙的面庞上眼下青黑的眼圈愈加明显，我心里的愧疚也越发严重。老婆，对不起。我余下的话被尽数打断，因为老婆竟然猛地扑到了我的怀里，并且她在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几天有人趁我不再欺负老婆了？我心里感到一阵愤怒，但是老婆哭得厉害，我也只能先安抚她，再来了解事情的真相。许久，老婆才在我怀里抽抽噎噎地说道：阿言，你许久没有对我这么好了，这又是什么话？我不理解，难道老婆的委屈全部来自我吗？于是我决定先老老实实地向她道歉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们的7周年结婚纪念日被我毁了。这句话说完，我能感到她在我怀里僵住了，于是我轻抚她背部的那只手也停住了。不知为何，今天的老婆一直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。顷刻间，她直起身子，我能看见她清丽的小脸上布满泪痕，带着深深的嘲讽与不可置信。7周年结婚纪念日，她重重地咬上了唇瓣。我有些心疼，想抚摸她，却被她躲开了。阿言，你又把我当成姐姐了，可我是温雨宁，不是温雨安呐。不过你也说对了，如果今天的确是你们的7周年结婚纪念日。她苦涩地说完这句话，我的大脑就像死机了一样。老婆说的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过今天也是我们要领证的日子啊！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又丢下一个重磅炸弹。安安，别开玩笑了。许久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温雨宁是你的妹妹，我怎么可能和她领证呢？我爱的一直只有你呀！别开这种玩笑，我害怕。说完这些，我舔了舔唇，声音干涩的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。我眼巴巴地盯着老婆，希望她能对我笑一笑，然后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玩笑。可惜让我失望了。老婆依旧站在一边，泪眼婆娑地望着我，神情幽怨。江修言，你是要喝死自己吗？一道暴躁的声音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尴尬。看着来人，我眼前一亮。泽晨，快帮我劝劝安安，她生气了，非说自己是温雨宁。江修言，你不会喝酒把自己喝傻了吧？她就是温雨宁。说话间，来人已经完全走到了我眼前。他是我和老婆的高中以及大学同学，白泽晨。毕业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好。不可能，那我老婆温雨安呢？你们不要联合在一起骗我了。我勉强勾出一抹笑容，
然后踉踉跄跄的要下床，下地那一刻，脑袋更眩晕了，几乎要直不起身子来。白泽辰见此不为所动，安安倒是担心的来扶我，我更加坚定她是我老婆了，除了她还有谁会这么关心我？安安，我委屈的叫她，她却撇过头去。就是这一撇头，我才看清她的右耳后，非常白皙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心下一慌，下意识的就甩开了她的手。原来她真的不是我的安安，我的老婆。我的安安和温雨宁是孪生姐妹，相貌几乎毫无差别，只是安安右耳后有一个艳红的小痣。阿言，我甩开温雨宁的手后，身子一颤，还好扶住了旁边的柜子，才稳住身形。她担心的叫我，但是我却冷漠开口，叫我姐夫。还有，别开这种玩笑了，你姐知道了会不开心的。温雨宁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终没有开口，倒是旁边一直看戏的白泽辰开口了。哟，这又是唱什么好戏呢？前几天和人家说领证结婚，现在就翻脸无情。江修言，你还真是渣。泽辰，你怎么也这样说？别耍我了。安安呢？我老婆呢？我要见她。我扭头看向白泽辰，声音愤怒的可以冒火了。与妻子结婚的7周年纪念日出了车祸不说，醒来就看见他的双胞胎妹妹冒充我老婆，还说我要和她领证，这样的玩笑开得一点都不搞笑。没想到这句话说完，刚才还懒散的男人突然冲上来揪住了我的衣领。江修言，你他妈的给老子装什么装？你想见安安，老子还想见他呢。但是温雨安他已经死了，他死了呀！衣领被拽起来，狠狠地勒着脖子，这感觉并不怎么好受。但我还是静静地任他拽着，大脑反应了一会儿，才明白了他口中的意思。然后我一拳打到他脸上，别他妈的给老子咒安安！你们开的玩笑，老子都忍了。现在你他妈的竟然诅咒我老婆！白泽辰反应很快，马上还我一拳。我们很快厮打在一起，因为身体原因，我落于下风，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向他揍去。谁诅咒安安，我就打死他！温雨宁拉了好几次没有拉开，最后找了几个护士，强硬地将我们分开。这里是医院，这位先生在病房殴打病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护士对白泽辰疾言厉色。阿言，温雨宁想检查我的伤势，被我躲开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要叫我姐夫。白泽辰不屑地嗤了一声，然后转头对护士说道：叫你们主治医生来给他看看脑子吧。怎么酒精中毒进了医院，治疗一圈倒把脑子治坏了？谁说我是酒精中毒？我明明是出了车祸。我的一句话让护士长放弃了与白泽辰的辩驳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匆忙地走了。我又将目光定在白泽辰脸上，看什么看？再怎么看，安安也不会回来了。他2年前就死了。说罢，他又恶劣一笑：你不是车祸入院，不过安安的却死于车祸。我还是不能接受他们的说辞，明明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是我与老婆结婚的第7年，我们婚姻幸福，只是最近老婆不知为何总念叨着7年之痒。她说她害怕我们之间的感情也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，所以为了让她安心，我决定要给她一个惊喜。结婚纪念日前3天，我谎称出差，来到了我们老家，收集我们相爱的见证。我带着录像机找到了我们年少时交好的朋友、同学、老师，请他们说下对我们的祝福，以及当时年少的我对妻子表白时只拿了一支用纸折的玫瑰花。现在我要买99朵红玫瑰，在曾经向她表白的地方，再对她来一次盛大的告白。既然她担心7年之痒，那么每7年江修言都会对温于安重新进行一次表白。
我们之间永远热恋，永远不会有7年之痒。只是可惜天意弄人，当我在老家安排好一切，却在返回京市接安安的路上发生了车祸。再次醒来，就面对眼下的情况了。医生重新来给我做了一次检查，他说我身体一切正常，只是可能受到了刺激，才会导致精神不正常，建议看心理医生。而我依旧坚持这是一场恶作剧。最后我卑微地看向白泽辰，企图让他告诉我真相。他只是摇摇头，巨大的愤怒与恐慌再次萦绕上心头。在我马上要失控的时候，一道稚嫩的童声传来了：“爸爸，你别闹了，妈妈已经去世2年了。”这声音是我女儿月妍。我扭头去寻声音来源的方向，果然在病房门口看到了她，小小的一团。妍妍，你怎么能和他们一样诅咒妈妈呢？我赶紧走过去，把她抱在怀中。我看着眼前的女儿，她相貌和我记忆中一样，只是脸上带着的不是笑意，而是与她的年龄不符合的深沉。于是剩下的要教训女儿的话被我尽数吞下。从我醒来直到现在看见女儿，我才有几分相信了他们的话。我和安安的女儿月妍一直被我们保护得很好，她今年5岁，一直都是幸福快乐的，像一个发光的小太阳，绝不像眼前这个小姑娘一样安静内敛。如果这是他们开的玩笑，且不说他们不会将月妍牵扯其中，就算是真的，月妍也不会是这种表现。所以眼下的这种情况是做梦，因为我车祸太严重，成了植物人。这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，还是我穿越到了平行世界？爸爸，你只是太想妈妈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吧。女儿的声音传来，打破了我的思绪。我目光复杂，看着眼前的小人儿，良久才低低地应了声好。虽然还没有完全搞懂情况，但我已经决定要认真面对这个魔幻的世界。说不定因为我积极面对，能早日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呢。可我心里还是一阵一阵的抽痛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的老婆还有女儿，究竟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啊？白泽辰开车带我和月妍来到了安安的墓地。我看着那块石头上贴着安安的照片，她笑的是那样温婉。明明记忆里3天前，她还与我视频通话了。她笑得明艳，告诉我要注意身体，以及结婚纪念日那天一定要赶回去，否则有我好看的。想象与直面事实终究是有差距的。想着记忆里安安的音容，我突然就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了。我还是不能接受没有安安的世界。于是我抱着脑袋，死死地闭着眼睛，拒绝再看这块墓碑。你们还是在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前几天我们还视频来着，安安怎么会死呢？不，你让我再死一次，我可能穿越了。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，我要回去见我老婆和女儿。突然我灵光大现，如果我再一次遭受生命危险，再次睁眼，是不是就能回到我熟悉的那个世界了？于是我直直地将头向墓碑上撞去，只是白泽辰紧紧地拉住了我。当着孩子的面，你又发什么疯？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双眼通红，禁锢着我的手上青筋突起。我毫不怀疑他现在想再给我2拳，只是因为某些原因，让他生生地克制住了。江修言，安安死了2年了，你现在又装什么情圣？你以为你配给他殉情吗？你喜欢温雨宁，为什么还要对温雨安表白？既然娶了安安，又为什么不好好对她？温雨宁回国后，你便巴巴地凑上去，跟条狗一样。安安出车祸那天，你又在干什么？你在和温雨宁约会呀？白泽辰每质问一句，我的心便更痛上一分。理智告诉我，他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，他说的那个人不是我，但身体的反应又让我不得不承认。
或许他口中的那个人就是我。他的话将我重新拉回现实，于是我慢慢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强硬地掰开他的手。不远处是女儿在安安的墓碑前静静地站着，她对我们这边的闹剧毫不关心。见我们停止了争吵，她才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：“白叔叔，我们回家吧，让爸爸单独和妈妈待一会儿。或许他会想起来，也不一定。”月言冷静地看向白泽辰，却不肯分给我一丝眸光。而白泽辰抱起了女儿，同样没给我留一个眼神。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，女儿趴在他的肩上，那是完全依赖的表现。安安，你说这个世界的我究竟是个怎样的混蛋呢？我坐下，靠在妻子的墓碑上，抚上照片里妻子的脸，摇头苦笑。这个世界的我究竟是怎么做人的？老婆没了，女儿也不亲近我，人生太失败了吧？其实白泽辰没有说错，温雨宁的确是我和老婆在一起的一道劫，但严格来说，她也不算，顶多算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罢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和安安以及温雨宁称得上是青梅竹马，住在一个大院里。温雨宁自小体弱多病，但是性格活泼开朗。安安虽然身体健康，但是自小文静羞涩，所以温父温母以及院里其他小伙伴都更加喜欢温雨宁一些。但是我很确定我自小就是喜欢安安的，哪怕她什么都不做，只看她一眼便觉得开心。只是我从未向她表达过心意，或许正因这样，才让这个世界的安安认为我也是喜欢温于宁更多一点吧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高三那一年，我们认识了白泽辰。除了我以外，安安第一次和另一个男人走得这样近，我心里吃味，但又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阻止他们。我也不确定安安是否喜欢我，不敢随意表白。恰好那段时日，温雨宁总是往我面前凑，我心里起了一个隐秘的心思，我可以向温雨宁打探安安的心意。她们是姐妹，或许她知道安安到底喜欢谁，所以那段时间我和温雨宁走得很近，每日从她口中旁敲侧击地探听安安的消息。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午后，安安将我堵在了操场的角落里。她说：“江修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”她双手抱胸，坏坏地打量着我，一点也不像平常那样文静。但是我的心还是砰砰地跳得极快。我从没见过安安的这副模样，但我发现安安的任何一面我都喜欢。于是我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她，脸上烧得通红，然后在她的注视下，矜持地点了点头，末了又补上一句：“我喜欢你，那你喜欢我吗？”她听了却并未说话，而是大大地绽放了一个笑容，眼睛里也萃满笑意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即使满天星辰也不及她耀眼。我傻傻地望着她，反应了很久才回过神来，原来她刚才应了句喜欢。我激动地想把她抱进怀里，可又怕吓到她，于是只好改为牵着她的手。那我们就算互通心意了，以后你不能和别的女孩走得近，尤其是温雨宁。她摇了摇我们相牵的手，大大方方地向我提出要求：“好，那你也不能与别的男生走得近了，尤其是白泽辰。”我终于也有资格正大光明地对他提出这个要求。我凭借着残缺的记忆回到了我和安安的家，还未进门便闻到一股强烈的酒味。推开门，果然客厅里各种各样的酒瓶子七扭八歪地倒着，脑海里也闪过零星几个我狂灌自己白酒的片段。看来我这副身体真的是酒精中毒进的医院没错了。我一步一步地在这个房子里巡视着，发现这个房子好似已经尘封许久了。这里处处写着我和安安的回忆，只是现在安安却已经不见了。我怔了许久，才想起来打扫。安安喜欢整洁的环境，
我们的家不能这么乱。打扫完后，我拿起一张安安的照片，在沙发上蜷缩起来，一下子要接受安安已经不在的事实，还是有点难受。阿言，白泽辰说你已经恢复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领结婚证？我说了很多遍了，叫我姐夫。还有，我们不会领证的。不知何时，温雨宁进了屋子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本来想大声呵斥的，可是看着安安的照片，我想我不能这么暴躁，安安会不高兴的。你走吧，我永远是你的姐夫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安安的照片藏入怀中，然后才站起来看着眼前的温雨宁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他和我记忆里差别很大。温雨宁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性子也被养得骄纵。可现在他似乎变了，整个人都内敛了。面对我的时候，甚至还有几分畏缩与讨好。但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去探讨他的变化了，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。他委屈地望着我，眼里闪着泪光，最终还是没有再说什么，犹犹豫豫地走了。屋子里又安静下来了，只有我和安安。第二天，我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。一开门就看见白泽辰那张臭脸，他一把将早餐塞到我手上，然后不客气地落坐在沙发上。别误会，温雨宁让我来看看你死了没，你不想见他就只好我来了。他一开口还是熟悉的嘲讽。谢谢，哟，像个正常人了。他对我依然没什么好话，但我们总算不像昨天那样剑拔弩张了。看在你今天做了个人的份上，这个给你。他珍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，朝我递来。凭借直觉，我想这一定是安安的东西，赶紧快走几步向前，郑重地接过那个本子。这是安安的日记本。我小心地抚摸着那个本子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页，仅仅看见几个字，我便要湿了眼眶。这的确是安安的字迹。出息！我将目光重新放在白泽辰身上，他豪放地坐在沙发上，似乎很潇洒的样子。只是微红的眼眶让我知道，他并不像表现出来的这样平静。你是不是喜欢安安？当然喜欢，但是他非得喜欢你这个傻缺。白泽辰睨了我一眼，然后面无表情地回答：行了，日记本给你了，这2天别出去发疯了。月言我会照顾好他的，再在这里多待1秒，老子怕控制不住自己打你。他说着人起来就向着门外走去。我心里苦涩，我妻子的遗物要他给我，就连我的女儿也更亲近他。等一下，终于在他的脚将要迈出门口的时候，我叫住了他。白泽辰回头看我，英俊的脸上写满了不耐烦。还有什么事？没有计较他的语气，我朝着他郑重地鞠了一躬，谢谢。还有，泽辰，虽然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我还是要说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安安没死，我们婚姻很幸福。你也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了自己的爱人，我们4个人一直都是好朋友，所以你也该放下安安了。等我完全弄清楚事情后，月言我会自己照顾，你也应该追寻自己的幸福了。白泽辰看了我一会儿，最终也没再说什么，他不屑地摇摇头走了，只是临走前的眼神好像在说：江修言，你怎么又变成那个神经病了？我本想马上翻看妻子的日记本，只是不知怎地有些近乡情怯，在日记本扉页上我摩挲着温雨安这3个字良久，终于鼓起勇气，我翻进日记本里的内容。安安年少时的记叙与我回忆里没有区别，因为是双胞胎里最大最健康的那一个，她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做一个好姐姐，所以我的安安从小就懂事。在温雨宁肆意地与院里的小伙伴们玩闹时，安安早已经学会了做家务。只是这么贴心的安安，更加得不到父母的关注了。
毕竟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。也因为有温雨宁这个活泼的双胞胎妹妹的对比，安安并不怎么受院里小伙伴们的欢迎，因为她太慢热了。安安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也是怨父母的，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做个好姐姐呢？为什么有些事我做了就是应该的，但是妹妹做了就值得夸赞呢？”今天逛街时，妹妹说想吃炸鸡，爸爸毫不犹豫地给她买了，却没有问一下我想不想吃。正如妈妈会想着妹妹喜欢穿各种漂亮的小裙子，而我因为觉得穿裙子不方便干家务，所以妈妈买裙子时从来没有考虑过我。我拼命地学习，想让爸爸妈妈为我自豪，可他们好像习惯了我满分的试卷。没有考满分的时候，他们只会淡淡地对我说一句：“下次不要马虎了。”而妹妹不过考了一次80多分，他们就能激动地张罗一桌大餐，各种夸赞着她。明明我们是双胞胎，同样是爸爸妈妈的女儿，为何差别如此之大？但是我的安安终究是善良的，她不喜欢把过错全部推给别人，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他又写道：“我又有什么资格怨爸爸妈妈呢？他们其实也是爱我的。爸爸在给妹妹买炸鸡的时候，其实也会想起给我买一根烤肠。妈妈平时也会带我逛街，让我自己挑选衣服。我考满分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得意洋洋地向邻居炫耀，只是我从来不好意思主动和他们撒娇罢了。怪我自己的性子，虽然知道他们爱我，但我还是有些难过。毕竟比起我，他们始终更偏爱妹妹一些。我看这些看得眼眶酸涩。我的安安一直都是这么好的小姑娘。我出现在安安的日记里，应该是在她上初中那年。她在日记里这样形容我：我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安静的男孩，他叫江修言。我知道他的父母在外面工作，一年到头也回来不了几次。他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他也不喜欢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疯跑，每天都安安静静地在院子看书。只是宁宁似乎对他很感兴趣，每天都会缠着他说话。我对他产生了兴趣，难得大院里有一个和我这么相似的人，于是我借着问题的理由接近了他。这应该是我人生里为数不多的主动吧。看到这儿，我笑着摇了摇头。原来安安以为是他先注意到我的，殊不知我早就注意到他了。文文静静的小姑娘，干活麻利，学习又好，只是我始终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搭话罢了。每天在院子里看书，也是为了能多看她2眼。后来我与安安逐渐熟悉起来，她也慢慢的喜欢上我。只是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书上说，性格太像的2个人注定走不到一起。或许她也喜欢雨宁那样活泼开朗的女孩吧。这一页到此结束，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。我的傻安安，我怎么会喜欢别人呢？因为是你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，我都喜欢你。继续翻了一页，然后我的目光顿住了。我死死地盯着这一页。不对，从这页开始，事情的发展不一样了。在安安的日记里，高中毕业后，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这没错。可他竟然记得是我们在大3那年才走到一起，是我先表白。可我的记忆里，明明我们在高中毕业后就心意互通了。大3那年，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，并且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本来我想问问阿言选择我，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喜欢过雨宁，而我又恰好和他长得一样。可最终我也没有问出这个问题。生活毕竟不是小说，怎么可能发生这么狗血的事呢？即使他和雨宁曾经有过情谊，那也是过去的事了。他现在喜欢的人应该是我吧，而我这么多年也一直喜欢着他，兜兜转转还是如我所愿了。写完这些，
安安甚至还好心情的在末尾画了个笑脸，只是我却看得心中苦涩。我的安安何必要这么委曲求全？他当初就该问清楚。虽然我的心中所爱之人一直是安安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的我真的这么渣，那么他也不配和安安在一起。我们结婚后属实是甜蜜了一段日子，那段时间安安的每个日记里几乎都带着笑脸。可惜这一切结束于温雨宁回国之后。安安的日记里，温雨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，求得温父温母掏空了家底送他去国外留学了。这点和我记忆里不一样。我记得高考那段时间，安安没日没夜地辅导他功课，最后他勉强上了个本科。只是现在也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在安安的日记里，温雨宁留学归来之后也没有好好的找工作，每天就是和狐朋狗友吃喝玩乐，愁得温父温母头发都白了一半。可是当初为了送他出国，家里也实在没钱了，他们就三天两头的给安安打电话，希望安安能劝劝妹妹，顺便能再给她找个工作就更好了。只是温雨宁怎么会听安安的话呢？安安也知道事情的症结就是温父温母太溺爱温雨宁了，让他以为总有后路可退。安安说过不止一次要他们狠下心来对温雨宁，只是被他们拒绝了。他们还骂安安不知感恩，狼心狗肺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安安做梦都在想解决的办法，虽然不经常回家了，但是给他们打钱的次数却直线增加。5月3日晴，与爸妈决裂已经快4个月了。这段时间雨宁还是没有什么变化，妈妈倒是偶尔给我打几个电话，只是话里话外不外乎就是要我回家认错，然后按他们的意思去帮扶雨宁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小家，有深爱的丈夫和女儿，我不能将我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原生家庭。只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，如果我和雨宁的处境变化一下，爸妈也会这么为我着想吗？没想到我自己都做妈妈了，却还是在祈求父母的爱。5月10日多云，今天爸爸罕见的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雨宁要出去租个房子住，希望我能帮他搬家。但是我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租房子住，家里不够他住吗？他也没有工作，爸妈竟然也放心他自己出去住吗？我是不可能去帮他搬家的，只是给爸爸的银行卡里又打了一笔钱。6月20日晴，爸妈已经好久没为雨宁的事打扰我了，甚至妈妈给我打电话来还会关心我了，关心阿言和月言。这说明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是吗？6月25日小雨，原来事情并没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今天听见我爸给阿言打电话了，要阿言再帮雨宁换份工作，在超市打工太累了。原来他们并不是不烦我了，只是我不愿意被他们烦，所以他们换个人烦了呀。只是不知道阿言是怎么想的，他为什么要帮雨宁呢？是因为爱我吗？但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6月30日晴，今天我回家了，不出意外又和爸妈吵了起来。我妈说生个女儿还没有女婿贴心，阿言还知道经常回家关心雨宁呢。你这个做姐姐的真的对她不管不顾了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阿言对我说加班的时候，其实他人在老家，在温雨宁身边。所以阿言其实还是喜欢温雨宁的吧，毕竟高中时他只与雨宁走得近一些，大学里在对我告白前，他的身边也没有其他女生，所以我算是替身嘛。现在白月光回来了，我要让路吗？7月1日晴，其实有些事情只要认真看是会发现苗头的，不是吗？阿言找借口离开的理由越来越蹩脚了呀。我想和他闹一场，可是我要怎么闹呢？我们之间有一个女儿，而且那个人是我的亲妹妹，
如果我当初不贪心的答应阿言的告白就好了，可惜世间没有后悔药，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。安安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扛着，在我与温雨宁柔情蜜意、花前月下的时候，她自己吞下了所有的苦难。读到这儿，我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。我冲到卫生间，看着镜子里的人，江修言，你怎么能这么混账呢？我捧在手里还要小心翼翼哄着的妻女，在你这里就和路边的杂草一样，任你践踏是吗？在卫生间发泄一通后，我回到客厅，拿起日记本，无力地瘫坐在地上。安安的日记已经被我读到最后了，他最后写着：月言的亲子活动课一向是我与阿言一起出席的，可这次只有我自己。月言问我爸爸呢？我只能摸摸他的头，说爸爸在忙工作。这话说出口，不知是在骗女儿，还是在骗我自己。带着月言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就不想再懦弱下去了。温于安这前半生都是随波逐流，过得糊里糊涂，后半生哪怕与家里人都断绝关系，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我之前一直不信命，可现在也不得不感叹命运弄人。就在我想与阿言把事情说开的时候，我却检查出了胃癌。我真的好像虐文里的女主啊，命苦，那就不说了吧，反正我也阻拦不了他们多少时日了。等我死后，阿言总要再娶的，如此他与雨宁在一起倒也不错。我死后，他们应该会对月言好的吧。安安的日记便停留于此。而看完的我也早已泪流满面，我疯了一样的扇自己巴掌，可这又能怎么样呢？安安再也回不来了呀！巨大的痛苦笼罩着我，那些遗忘的记忆回笼，我跪在地上悔不当初。原来安安一直是这样想的，她不知道，无论对哪个世界的江修言来说，温于安都是他唯一的偏爱。我再也忍不了，拿着安安的日记跑到外面，随意拦了辆出租，再次来到安安的墓前。我跪在他的墓碑上，对着他的照片又哭又笑。安安，我一直都不喜欢温雨宁，和他说话是因为想探听你的事。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和他形影不离，是因为那段时间你身边有了白泽辰，我妒忌。温雨宁是你妹妹，我想从她口中打探出你是不是喜欢上了白泽辰，包括对你表白也是因为我爱你，想与你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呀。安安呐，你说你这个小脑袋瓜里天天都在想什么呀？为什么认为大家都喜欢温雨宁呢？怎么，他是人民币吗？安安，我鼻涕眼泪的流了一大把。回忆起过去，才发现原来我和安安有这么多误会没有说出口。原来我从未让安安有过安全感，让她感到偏爱。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我声音暗哑的可怕，但我还是要对安安解释。安安，温雨宁回国后，我去帮他，也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回家心烦。毕竟我的安安最心软不过了。他可以在嘴上放狠话，不再管家里的烂摊子，可是在行动上他做不到的。更不用说温母还隔三差五的就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了。但是我也不想我的安安每天都被这些事打扰，回家出钱出力不说，还要感受着父母对温雨宁的偏爱，所以我自作主张的替安安承担起了他家里的事情，替温雨宁忙前忙后，却没想到让我的安安误会那么深。最后他没有死于胃癌，而是在月言生日那天死于车祸。那天本来是我要开车去取生日蛋糕的，可是温雨宁打电话来说他被催债的人堵在家了，我不敢让安安知道，所以骗他公司临时有急事，他一定知道我在骗他了，所以才会在开车的时候心神不宁，出了车祸。是我害死了安安。擦擦吧，小伙子，瞅你这鼻涕眼泪一大把的，
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扭头看去，是一位大爷，他还冲我保持着递手帕的动作。只是我眼下实在没什么力气和他寒暄，只好无力地摇摇头。老头子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偷听你说话的，只是恕我老头子直言，小伙子，有些话不在人活着的时候说明白了，人没了，又哭又闹的，解释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大爷又上前几步，将手帕塞到我的怀里，然后背着手走远了。只有风断断续续地给我送来他的声音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啊，这人长了嘴是解释给活人听的，偏偏一个两个的，在人活着的时候不会好好说话，非得死一个，然后在对方的墓前诉衷情。阿言，你是来接宁宁去领证吗？从安安的墓地离开后，我来到了温家，温母在浇花，看到我的那刻喜出望外，只是注定要让他失望了，不许宁宁去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前脚让宁宁哭得梨花带雨，现在随随便便来到家里就让宁宁和他去领证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温父先吹胡子瞪眼地说出了这番话。对此，我微微一笑，然后无比温和地对二老说道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和温雨宁领证的。怎么现在连爸妈都不会叫了？”温父瞪着我，我很好脾气地和他们解释：“安安是我的妻子，现在她死了，你们对我来说可不就是叔叔阿姨吗？”阿言，说话间，温雨宁听见声音已经出来了，在我的眼神下，他最终改口：“姐夫，你不想与我在一起，我不强求。可是你怎么能对爸妈这个态度呢？不然呢？对于间接害死安安的人，你还想让我有什么好态度？”说完，我也没等他回话，直接对温家二老发难：“叔叔阿姨，如果不是你们偏心，安安怎么会缺爱？怎么会那么不自信呢？你们无条件偏爱温雨宁也就罢了，毕竟那是你们的女儿，可你们凭什么也要安安像你们一样，对温雨宁无私奉献？安安欠温雨宁什么？”我每质问一句，温母的脸色便苍白一分，只有温父咽了口唾沫，然后外强中干地指责我：“那都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还提安安干什么？安安的死是因为车祸，你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，跑我们家撒什么野？”说着，他感觉越来越有理，还重重地拍了下桌子。对此，我只是轻轻笑了下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你们偏心啊，就这样吧，以后我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。这是我在温家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没有把我对他们的报复明说出来。安安去世后，我颓废了一段日子，那些日子温雨宁总是陪在我身边，但是我看见他就烦。如果不是他多事，我的安安怎么会出车祸呢？差不多半年后，我还没有从失去安安的痛苦中走出来，可温家人显然已经忘了这个女儿。温母竟然直接找到我说：“阿言，安安已经去了，你的日子总要继续过下去的。我看宁宁对你有意，要不你们就在一起吧。”我起初听见这番话的时候，恶心的都要吐了，但是触及到温雨宁期盼的目光，我不知怎地就应了声好。同时心里有了一个阴暗的计划，我要温家人全部痛不欲生。凭什么我的安安在冰冷的地下长眠，温雨宁却还能笑颜如花？与温雨宁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开始对她万般娇宠，她那张脸的确和安安一模一样，所以我经常恍惚觉得那是安安，对她的好都是发自内心。后来当她以为我把她捧到天堂的时候，我开始露出自己的真面目。我经常在她面前提到安安，并且将她与安安各种对比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她不如安安。
我一日一日地打压着他，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表达我对安安的怀念，就如当初在家里温父温母把所有的偏爱给了温雨宁一样。果然，在我日复一日的洗脑下，温雨宁就像一朵凋零的玫瑰一样，她不知道自己已经越来越像安安了。之前那个张扬明媚的温雨宁逐渐消失不见了，我对此非常满意。恶人就该受到恶报才是。后来我告诉温雨宁，我想和他在我和安安领证的同一天领证结婚，他只是稍微呆愣了一下，很快乖巧地答应了。只是他不知道我是骗他的，我根本不会和他领证。我本来要在那一天把我对他们的报复如数说出的，我太想看见温家人崩溃的样子了。那晚，我又回到了我和安安的家，对着照片里的他说：“老婆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痛苦的，你生前遭受的痛苦，我要全部还给他们。”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地抚养我们的月言长大。不过，老婆，黄泉路上你可要等等我呀。那晚，我抱着安安的照片，第一次没有失眠，可是我却梦见安安了。她指责我，说我的做法错了，她不会原谅我。我猛地从噩梦中惊醒，想起梦中安安的话，心里一阵烦躁。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？于是我翻出了家里所有的酒，一醉解千愁。再睁眼，我就出现在了医院，脑子里有了另一套记忆。老实说，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，究竟哪个记忆才是真实的，毕竟他们都是那么的清晰。我去了白泽辰家，想接回月言，他不愿意。好在女儿还是愿意和我回来的。最后，我只得和白泽辰万般保证，以后一定会重新做人，他才放心地将月言交给我。分别时，他对我放狠话：“江修言，你如果再不好好的做个人，老子一定把月言抢回来。那是安安唯一的女儿了。”我没在意他的话，毕竟他以什么身份和我抢女儿呢？我抱着月言，同样再一次地对这个已经老大不小的男人提出建议：“泽辰，你该成家了。爸爸，你不会和小姨领证了是吗？”回到家里，月言拉着我的手轻声问道：“不会，爸爸的妻子只有妈妈，爸爸从来没有想过和别人领证。”我蹲下来，与他平视，向他郑重承诺。眼前的小人儿瞪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，眼珠转来转去，似乎是在做什么重要的决定。最后，他松开我的手，向自己的卧室跑去。“爸爸，你在这里等我。”他不忘向我嘱咐。“好，你跑慢点。”我看着月言远去的身影，摇头轻笑。再次出来的时候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我看了看，似乎有些眼熟。等他完全地把本子递给我，我认出来了这个东西，这是爸爸的日记。怎么在你那？我摸着月言的头，轻声询问。“妈妈给我的。她说，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，爸爸没有和小姨在一起，才能把这个东西还给你。”他看了看我，又望向地板。我心里暗叹了一口气，这2年我都瞎折腾了些什么呀？安安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有女儿要照顾啊。可我竟然把她丢给了别人整整2年。好在现在醒悟为时未晚，我看着女儿乖巧的侧颜，好在她还愿意回到我这个爸爸身边，将月言哄睡之后，我才有机会看自己的日记本。与其说这是个日记本，不如说这是江修言对温于安的暗恋日记。只是安安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呢？我翻着自己的日记，年少时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好像就在昨日，可是现在早已物是人非。看着自己写下的对安安的暗恋，心里止不住的后悔，为什么我没有在安安还在的时候将这些话说出口？不过安安既然发现了这个日记本，那是不是说明他知道了我对他的爱？直至我翻到最后一页，今天正式和安安表白了。江修言的暗恋日记从此结束。
往后余生，温雨安是我唯一所爱。在这句话下面多了一行娟秀的字迹，那是安安留下的字。江修言的暗恋日记，温雨安已阅，只是看到的有些晚哦。不知道江修言现在是否初心未变？如果还有机会，希望我们都能将对彼此的爱意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不留遗憾。后面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笑脸。那晚我情绪跌宕起伏，最后笑中带泪地睡去。老婆，你终于来我梦中了。你出车祸的时候疼不疼啊？恍惚中，我好像又看见安安了。她好不容易出现，我一定要趁机将对她的爱意全部倾诉。爸爸，明明是你出的车祸，怎么还诅咒上妈妈了呢？我还没有对安安倾诉衷肠，一道童声响了起来。这声音是月言，她怎么也在？我猛然惊醒，发现我竟然又在医院里了，而老婆在旁边静静地笑着。对呀，江修言，你给我准备的7周年结婚纪念日礼物还真是别具一格。他向我嗔怪道：“这又是什么情况？”我一个鲤鱼打挺想坐起来，可惜没成功，倒是感觉双腿一痛，还没恢复好。老实点，老婆嘴上温柔地训斥着我，但还是很快麻利地扶我坐了起来。而我也有机会看到了她右耳后的小痣，这是真的老婆没错。于是我激动地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揽上她的腰，感受着失而复得的欢喜。老婆，安安，我真的好想你呀，真的是太好了。那些痛苦的记忆才是黄粱一梦。悠悠，在医院呢，怎么这就逆位上了？我看阿言也没事，小月言还是先和叔叔阿姨出去吧。我们不当电灯泡。蓦然听到这声调侃，我从老婆怀里退出来，这才发现白泽辰夫妻也在，忍不住老脸一红。好在他们识相，只是抱着月言一脸坏笑地出去了。他们走后，房间里又剩下我和老婆2个人。我看着老婆熟悉的容颜，忍不住鼻头一酸。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竟是掉起了眼泪。安安吓了一跳，赶紧坐在我旁边，握紧了我的双手。怎么了，阿言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见安安一脸担心，我抽出双手将她揽在怀中。我梦见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出了车祸。梦中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结婚7周年纪念日。想起那场异常真实的梦，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。即使眼下抱着安安，我也好怕这才是我做的一场美梦。而这时，安安从我的怀中抬起头，她趴到我的耳边轻声道：“傻瓜，我不怪你了，不然我怎么会再次选择你呢？我们以后会有好多个7周年纪念日。”温于安发外，我叫温于安，是父母的好女儿，丈夫的好妻子，女儿的好妈妈。然而我却觉得我这短短29年的人生糟糕透了。孩子时期的我一直都不明白，为什么父母总是会偏心妹妹，即使我再懂事、再优秀，在他们眼中也比不上妹妹。忘了具体哪一年的除夕夜，餐桌上有一只烤鸡，一只鸡，2只腿，正好我们家有2个孩子。可那天妹妹偏偏要将2个鸡腿全部占为己有，我自然不肯，于是与她拌起嘴来，没吵几句，她便掉起了眼泪。后来是爸爸做主，将2只鸡腿全夹进了妹妹碗里，嘴里还斥责我做姐姐的让着点妹妹怎么了。我当时虽然年纪小，但是也知道在爸爸心里他还是更喜欢妹妹一些。于是尽管很委屈，我也只是默默吃饭，不敢与他反驳。饭后，妈妈偷偷将我拉进了厨房，她问我是不是感觉自己受委屈了。我默默点头，同时心里雀跃地想着，妈妈是要为我出头吗？可下一秒，妈妈的话打破了我的幻想。她说：“安安，宁宁虽然和你是双胞胎，
但是她生下来就瘦瘦小小的，现在也是体弱多病。医生说她是因为在娘胎里营养不足。安安，妹妹在妈妈肚子里将营养都让给了你，所以你作为姐姐要多让着她一些。妈妈用柔和的目光注视着我。安安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，要帮着我们承担家里的重任啊。于是我似懂非懂地点了头，从此以后便将妈妈的话记在了心中。我变得更加懂事，不再与妹妹争抢东西。她高兴了，爸爸妈妈也更开心了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，我应该也是开心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不爱说话。我眼见着雨宁越长越大，越来越开朗活泼，家里她是父母的开心果，外面她是孩子们的主心骨，好像所有人都喜欢她，就连我偷偷喜欢很久的少年也好像很喜欢她。在温雨宁尽情绽放着青春的同时，我则默默地扮演着一个好女儿、好姐姐的角色。只是我在家里好像越来越透明了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大学，雨宁没有考上大学，央求父母送她出了国。也因为她出国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所以我上了大学的日子也并不怎么宽裕。但我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在父母眼里，第一次完全有了我这个女儿。餐桌上的2只鸡腿会全部夹进了我的碗里。妈妈去逛街，经常给我买回各种裙子。就连我喜欢的少年也选择对我表白，我们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那段日子幸福的好不真实，也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偏爱，让我产生了错觉，让我以为就算雨宁回来，我也依然会幸福。然而偷来的东西总要还回去的。我与江修言婚后的第5年，温雨宁回来了。她的回来再一次吸引了父母的全部注意力。我虽然还有一点失望，但是因为有了爱我的老公和宝贝女儿，便也释然了。可我没有想到，雨宁出国一趟回来，竟然会堕落到如此地步，而爸妈也还乐得纵容她，甚至爸妈竟然也想让我同他们一样，为了妹妹无私地奉献上自己的所有。有了自己的小家的我，自是不肯如他们的意，于是我第一次违抗了父母的命令。我不再是个好女儿，不再是个好姐姐。然而，我万万没想到，当我为了自己的小家第一次违逆父母的时候，我的枕边人却背叛了我。我想要雨宁自食其力地活着，我的丈夫却偏偏和我的父母一样，无休止地帮着她，纵容她。当然，这一切是在背着我的情况下进行，甚至我还是从我妈嘴里得知了江修言一直在背着我，偷偷地帮助温雨宁。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天都塌了。原来眼下的幸福终究是我偷来的，江修言终究还是喜欢温雨宁的。现在正主回来了，我这个替身该让位吗？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冷眼瞧着江修言找各种理由去帮温雨宁，自己却偏偏不敢主动捅破这个残酷的事实。我们就都这么熬着，终于，女儿的一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和江修言将事情都说清楚。然而更玄幻的事情来了，我竟然确诊胃癌了。因为这个变故，我最终还是没有和江修言捅破所有事情。总之，我也阻碍他和温雨宁多久了？在我生命的最后时间里，就让这些虚伪的美好继续存在吧。人之将死，我没工夫计较太多了。闲暇的时候，我除了陪女儿之外，便是收拾家里了。我将自己的东西都细细地整理好，也方便我死后他们清理不是。没想到，我却意外收拾出了一个笔记本。打开它后，我发现了一个在我完全意料之外的事实，这个笔记本记载的竟然是江修言对我的暗恋。原来他喜欢的人一直都是我。看完这个笔记本后，不知不觉间我已泪流满面。我既悲伤又开心，
原来我和他之间一直都是双向奔赴，可偏偏我们又谁都不知道彼此的情谊。可眼下我又得了胃癌，江修言对温于宁的态度也是暧昧不清。怀揣着这样的隐秘，我又纠结地度过了一段日子，直到月言生日那天。本来应该是江修言去取生日蛋糕，可他临时接了个电话，便推脱有事去不了了。开车去取蛋糕的路上，我一直心绪不宁。那通电话应该是温雨宁打来的吧？他又怎么了？而江修言竟然真的为了他的一个电话赶去了，他又是怎么想的？出神之间，我没看见一辆大货车已经向我的方向撞来。最后丧失意识前，我甚至有些感到高兴。这种死法也好，使我免遭胃癌的折磨。只是终究有些遗憾啊，我还没来得及看见月言长大成人，还没来得及和阿言诉说那些从未说出的爱意，也没来得及问清他现在的想法。幸运的是，我拥有了一次重来的机会。再次睁眼，我竟然奇迹般地回到了高中时期。快速打探完消息后，我将阿言堵在了操场。如果他的笔记本没有记错，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喜欢上了我，并且正在暗暗吃醋。那么这一世，就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头吧。同时重来一世的我，也决定要慢慢地改变自己的性格。这一世，我不要再做别人口中的好女儿、好姐姐，我只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场。也不知是不是老天见我前世活得太糊涂，这一世的我顺顺利利的。虽然家里父母还是偏爱雨宁多一些，但是因为我时常表达自己的不满，他们终究有所收敛。而我与江修言之间也顺利地完成爱情长跑，再一次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这一世的我已经明白了，人长了嘴就是要张口将误会说清楚的。所以这一世的我们远比上一世恩爱和美。要说唯一的遗憾，就是上辈子了。不知我死后月言会怎样，阿言又会不会伤心，还有我的父母会作何反应呢？我烦恼这些事的时候，正巧赶上我和阿言结婚的第7年。他见我心绪不宁，便一直追问我原因。我便推说害怕7年之痒，害怕我们走不到最后。可我没想到，这个傻瓜竟然会为了我的一句话，千里迢迢地赶回老家，给我布置惊喜。最后在回家的路上出了意外，惊喜变成惊吓。阿言出了车祸后，我守了他整整3天，终于盼到他醒了，心里是既高兴又生气。最终我还是没舍得和他发脾气，可他却委屈巴巴地将我揽在怀里，说他做了个噩梦。当他讲完他做的噩梦，我便知道他说的是上辈子的事情。看着阿言自责又悲伤的模样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最终还是选择在他耳边说出了那句话：前世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这个时空里的我们还生活得好好的，以后我们会有无数个7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们也会一直幸福下去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